我们现在这代人就说退休了没什么做，我们求的是生活，而不是生存，对吧？生活跟生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。你求的生活质量，那不叫求生活吗？我们如果是就是求生存的情况下，只能是糊口，那叫求生存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你凡是想来养老院，它就不是求生存的，都是求生活呀。我要求的生活质量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们老哥俩，那不是一个东西啊！你们老哥俩拍下给照相呢。别扯我扯了。来，那算快进。你们老哥俩来了。好，看着您跟那些这个比你岁数大很多的老人，这个聊天聊得挺好的。啊，都关系都处了。我这人喜欢交朋友，无论是他岁数大岁数小的都可以。您是今年是多大岁数？我60多。60多，他们是81。你像您是这个来这儿住多长时间了？我快2月了。快2月了。具体多大岁数？我64。64。可能说是很多人在想，是不是会有一些年轻什么的？也不是这个道理。其实我也走访了一些人，有些人是什么道理呢？也想来，但是说条件不允许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说，现在呢，只要是能轻手利脚的，不在家当保姆的，他都想来这地方。就说有的呢，搁家不是带孙子就带外孙子，这不叫当保姆。就这个我们这个年龄段的，大部分都干这个的，所以想来一部分人也是脱不开身。有这个因素。您是从哪里来的？内蒙古呼伦贝尔。内蒙古呼伦贝尔啊，到这儿多远呢？2000多公里，从这儿到。内蒙古到日照。到北京2000多点儿。北京再到日照几百公里。我宁愿再苦，我搁家我有家，我不上养老院。他对养老院嘛，就过去那茬老人对养老院嘛没什么好感。你就说今天就说是你给他讲这些道理，说包吃住公寓了，他理解不了。就说条件再好，他也不会选择。我拿录像把屋都给他照完了，那都不行。所以说，在他们的脑海里边吧，他们对这个非常敏感。是不是感觉是像是？就好像是什么说呢？这个儿女啊，你没给我尽完这个养老送终这个业务，你把我推向养老院了。他们是有这种想法，但他没说呢。从他的表情，咱们可以看出来，有部分人是有那种的，像是被遗弃的感觉。对，他是那个。您老伴儿自身的话，您老伴儿愿意过来吗？那当然是了。那都是轻手利脚，就是搁家你还得买菜、做饭，你搁这嘎子就是什么都是现成的，不挺好吗？是不是？现在这样的话，你自己在这住着，然后这个老伴儿在家里这个伺候老爷子，其实这个心里也挺难受的。对，都有个反应。但实际上呢，你做儿女的话呢，你必须要走这一步，孝敬老人这是天经地义。你得由着他，你不能把你的观点强加于他。对，有的时候怎么叫孝顺哈？就是顺着他，对，顺着他，也就是孝顺。你顺着他，包括他的一切上的他本身老人到了那个年龄段吧，他依赖性都非常强。他不是因为什么是经济方面的钱的问题了，关键我天天能看着你，我哪怕粗茶淡饭，他心里边的平衡。没有这个关系。那您最初就是来2个月之前，最初来养老院之前，你是想这个为自己考虑一下呢，还是就是考察养老院呢？是全盘考虑了。因为我个人我也想了，就是按照我们这代人的讲话呢，这就是第二故乡，必经之路，人必须要走这一步。今后的生活方式就是这种的，不是你居家的。因为本身嘛，你像我们下边的子女，这现在也都是各奔东西的。儿子在上海，儿媳妇在呼和，我孙子在包头。你这边的老伴这边在大连的，你说，你为了求生存，你就要去找出路。那么说你在哪儿就业，未必是你的家乡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这代人就说退休了没什么做，我们求的是生活，而不是生存。对吧？生活跟生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。就是反正怎么说呢，就是努力的
在自己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把这个生活过得有一些质量，是不是？对呀、你求的生活质量，那不叫求生活吗？我们如果是就是求生存的情况下，只能是糊口，那叫求生存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你凡是想来养老院，他就不是求生存的，都是求生活呀。我要求的生活质量啊。